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会在上下班的地铁里观察一个现象，基本人人都低着头看手机，刷抖音的、看综艺的、玩游戏的或者微信聊天的。我们的碎片化时间完全被这些夺走了，而且还是我们拱手相让、心甘情愿的。在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，我们获取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。但小伙伴们是否想过，这些即时满足式的消息是否有价值？我们又为什么愿意在这些上面耗费时间？金河之前的一期视频中提到过，抖音为什么容易上瘾，那些机制在这里同样适用。而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，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海量信息每天填鸭式的灌输给我们，看完之后带来短暂的快乐和放松，但几分钟之后，我们甚至想不起刚刚看的内容，它们仿佛只在我们的脑海里停留了几分钟，甚至没有停留。我们不需要去思考这些信息及其背后的东西，是的，不需要思考。1995年9月，美国旧金山举行过一次会议，集合了全球500多位政治、经济精英，包括撒切尔、老布什、各大顶尖企业的董事长等等。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。与会者一致认为，全球化会加剧贫富差距，全球20%的人会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，而另外80%的人则只能被边缘化。但这80%的人不会安于现状，凭什么他们吃肉，我们喝汤，甚至连汤都喝不到？这就会诱发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。那么如何化解这80%的人和20%精英之间的冲突，消除这80%人口的多余精力和不满情绪呢？当时的美国高级智囊布尔津斯基认为，给这80%的人塞上一个奶嘴，让他们安于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娱乐信息中，慢慢丧失热情、斗争欲望和思考能力。他说，公众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，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进行思考并做出判断，这就是著名的奶头乐战略。奶头乐战略具体是什么呢？一是发展发泄性产业，包括色情业、赌博业、暴力型影视、游戏、大量报道甚至刻意制造网络口水战、纠纷冲突等等，让大众将多余的精力发泄出来。二是发展满足性产业，无关痛痒的琐碎杂事、娱乐圈新闻、明星八卦、家长里短，发展廉价品牌、各种促销类活动以及泡沫剧、综艺等大众娱乐化产业，让大众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中，丧失上进心和深度思考的能力。通俗来讲，就是让广大边缘化的人有吃有喝有工作，生活稳定安逸，偶尔来点消遣，便会沉浸在快乐之中，无心挑战现有的统治阶级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不清楚奶头乐战略是否得到了实施，甚至有些怀疑这个战略的真实性，因为它看上去真的细思极恐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观察开头的那个现象，好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，把每一个人的碎片化时间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奶头乐中的2种产业，已然是我们每个人戒不掉的甜蜜毒药。我们的视野中已经完全被娱乐圈、偶像剧、综艺、微博热搜、网络冲突、低幼化游戏占据了。
思考和处理更有价值的事情。有2个小技巧：一，大多信息的来源都是手机 APP 的推送，我们可以将手机 APP 的推送关闭，从源头切断，能很大程度的降低我们点开手机的频率，类似于蔡格尼克效应。消息推送之后，我们看了眼诱人的标题或图片，这件事就是未完成的，而我们对未完成事情的记忆力和敏感度要明显高于已完成的事情，所以就想要去打开看完，或者频繁想起这个消息，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2，将自己手机解锁方式变复杂，或者设置提醒你学习工作的壁纸。手机厂商在解锁手机的方式上，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性，其次就是便捷性，他们会尽可能的提升你解锁手机的速度，哪怕是0.1秒。反过来，我们将手机解锁变得复杂，比如设置多位数密码和困难的手势，也能降低我们点开手机的频率。提醒壁纸则同样会起到一定的效果。不要小看这些小的改变，它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使用手机的习惯，发挥大的作用。2，设定具体且有价值的目标。缺乏人生目标的人，就像东飘西荡的水上浮萍，缺乏自己前进的方向，缺乏自己生活的意义，缺乏自己存在的价值，不知道自己想获得什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。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过一次跨度20年的跟踪调查，这个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参加调查的学生提了一个问题：你们有目标吗？其中90%的学生回答有。调查人员又问他们能否具体的写下来，结果只有4%的学生写了下来。20年后，研究人员跟踪当年参加调查的学生们，结果发现有明确目标并且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学生，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生活水平，都远远超过没有这样做的学生。他们创造的价值甚至超过了剩余96%学生的总和。那96%的学生在做什么呢？研究人员调查发现，这些人也在忙碌，但他们是帮那4%的学生实现目标而忙碌。所以我们需要问自己这些问题：是否有明确的短期和长期目标？这些目标是否具体？是否正在为这些目标而努力？把目标设定的越具体越好，不要设定我要变富有这样的目标，而应该是我要在5年之内赚到100万，然后合理拆解，尽可能让目标可落地、可执行。当你有了明确的目标，你就会知道哪些事情对你更重要，你也会专注于那些更有价值的事情。3，培养深度思考的能力。这里分享2个方法：一，多用脑，保持专注，形成自己的想法，培养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。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保持专注，激发自己的想象力，自己先动脑。当遇到问题，首先给自己一个空间，沉下心来，想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背后到底是哪方面的疏漏和缺失造成的。形成自己的想法以后，再去网上查查是否有类似或者相关的情况，他们是怎么解决的，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，你的思路和他们的思路有什么不同，你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哪些。只要持续的刻意练习，我们便可以形成自己清晰的思路和见解。2，多读书，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。大多时候我们接受的是碎片化信息，比如我们听说了某个概念，了解它的含义，却不知道它的来源和依据。网上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书籍，所以多读书，我们会深刻的理解某些理论，更好的学到知识，而不仅仅知道概念。有的人收藏了很多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，但不进行知识体系的搭建，这些零星的信息只能成为一盘散沙。所以构建知识体系，才能将学到的知识用于行为当中。改变习惯真的很难，更何况是反人性的。但如果我们能够多思考一点，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会变得不同，而这些不同会慢慢积累，细流成河，最终量变引起质变，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人生旅程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